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佑丽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可能有些人觉得离自己还很远，但我告诉你，它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未来的日子过得舒不舒心。从2026年开始，咱们的国民年金要有大动作了。65岁以上的长辈每个月能稳稳拿到9000块钱。我知道很多朋友一听这个数字，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，佑丽，这该不会是唬人的吧？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说实话，我特别理解大家这种想法，现在网上消息真真假假，谁都不愿意空欢喜一场。但今天我很认真地告诉大家，这次是真的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政策，就跟咱们每个月领工资一样实在，只要你符合条件，这笔钱就会按时打到你的账户里。我觉得不管你现在是20-30岁正在为生活打拼，还是40-50岁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或者已经快要迈进65岁的门槛，都值得花点时间把这件事搞清楚。你今天听我讲这几分钟，可能就帮你未来几十年省下好多心，甚至能让你的晚年生活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。要是现在划走了，说不定就错过了一个每个月都能多拿9000块的机会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。咱们先把最核心的东西拎出来说清楚，免得大家记乱了。第一，钱是实实在在的，每个月固定9000元，不会说这个月有下个月没，也不会随便变来变去。第二，门槛是真的不高，它不要求你连续不停的缴费，只要你累计缴国民年金的年限加起来有10年就行了，中间就算停过好几年，以前缴的时间都算数。第三，这笔钱是自动发到你账户的，不用你跑来跑去填表申请，特别省心。说到这估计大家最想问的就是，佑丽，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缴满10年呢？这个年资到底怎么算？别着急，咱们慢慢说，让你一听就明白。国民年金保险年资，说白了就是你缴国民年金费用的总时间，是按月算的。你只要累计缴够了120个月，也就是整整10年，你就够格了。很多人担心自己以前工作换的勤，中间断缴过，会不会就不算了？这个心你可以放到肚子里，年资是累计计算的，不管你中间空了多久，1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只要你实实在在缴过费，那些月份都给你记着呢。除了自己真金白银缴费的时间，还有一些特殊时期也能算进去，这可是帮你白减年资的好机会。比如说你要是因为失业、收入太低或者生病，符合政府规定的免缴条件，并且办好了免缴手续，那这段免缴的时间，国家也算你正常缴费。还有像服兵役这种法定的视同缴纳期间，也能算进你的总年资里。这些规定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容易的攒够10年，顺顺当当的领到这笔加码的钱。那怎么查自己到底缴了多少个月呢？方法特别简单，现在用官方的手机 APP 或者上网站，输入你的信息，就能清清楚楚看到你累计缴了几个月，还差多少到10年。这个操作在家就能完成，不用跑腿。要是家里长辈不太会用手机电脑，做子女的帮忙查一下，或者打个电话问问相关部门，工作人员都会耐心帮你核对。搞明白了年资这个条件，咱们再说说年龄。这次加码的对象很明确，就是年满65周岁的人。注意啊，是按周岁算的，不管你是刚满65岁1个月，还是已经80-90岁了，只要你的保险年资累计够了10年，每个月都能领到这9000元，而且这笔钱是终身领取的，活到老领到老，给你的晚年一个长期的保障，心里特别踏实。可能有朋友要问了，佑丽，我算过了，我到2026年刚好65岁，能赶上吗？当然能，只要你在2026年或之后满65周岁，而且年资也够10年，那么从你满65岁那个月的下一个月开始，钱就会自动到账了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2026年6月过65岁生日，那么7月份你的账户就会收到第一笔9000元。那要是现在已经超过65岁，年资也早就满10年了，怎么办？放心，政策在2026年正式实施后，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会统一调整，之后你每个月拿到的就直接是9000元了，一个都不会少。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地方，这次加码是在原有国民年金的基础上直接升级的，也就是说，之前已经在领国民年金的长辈，不管原来每月领多少，到2026年都会调到每月9000元的标准。而对于之前因为年龄或年资不够，从来没领过国民年金的朋友，只要你到时候2个条件都符合，就能直接从零开始享受每月9000元的福利，不用补缴以前的费用，也不用办复杂的手续，系统自动就给你办好了，
省心得很。我猜说到这里，一些细心的朋友脑子里肯定还有问题。又丽，这每月9000元会不会领一段时间就停了？政策能长久吗？我要是已经领着别的养老金，比如劳保退休金，还能再领这笔钱吗？会不会冲突？咱们一个一个来说，把所有的担心都打消。首先，这次国民年金的加码是一个长期的、稳定的制度安排，它不是那种发几年就没了的临时补贴。只要国家没有大的政策调整，只要你一直符合条件，你就可以一直领，它不会突然中断，也不会无缘无故减少。国家出台这个政策，就是为了完善咱们的养老保障体系，让大家晚年过得好一点，减轻养老的压力。这是经过认真规划的，就是要让符合条件的每个人都能安心，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。其次，这笔国民年金和你从其他地方领的养老金，各种补贴完全不冲突，可以一起领。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领劳保老年给付、劳工退休金，还是其他任何政府的养老补助，只要你满足了65岁以上和国民年金年资满10年这2个条件，你就能正常领这每月9000元，绝对不会因为你领了别的钱，就把这笔扣掉或取消。比如说，你每月能从以前的职业退休金里拿15000元，再加上这9000元的国民年金，你一个月就有24000元可以用，晚年生活是不是宽裕多了？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双重福利，千万别觉得自己只能领一份，肯定还有朋友在着急。又丽，我算了一下，我的年资现在还不够10年，是不是就没机会了？只要你还没满65岁，机会就还在。现在年资没满10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关键是要在满65岁之前，想办法把累计年资凑够120个月。等到你65岁生日一过，资格自然就到了。所以，年资还没满的朋友，现在要做的不是灰心，而是赶紧行动起来，继续坚持缴费，或者把以前断缴的月份补上，尽快让自己达标。千万别等到年龄够了，年资却差一点，那才真的可惜。说到补缴，大家也不用担心流程麻烦或者费用太高，补缴的流程现在都很方便，通过官方渠道就能清楚查到你在哪几个月断缴了，需要补多少钱。你可以选择一次性全补上，要是一时手头紧，也可以问问有没有分期补缴的办法。补缴的金额是按当年的缴费标准算的，不会有额外的罚款或利息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补缴的每一个月都会实实在在地计入你的总年资里，帮你更快地达到10年的门槛。为了未来每月9000元的稳定收入，现在做这点投入和努力绝对是值得的，千万别因为怕麻烦而错过。接下来咱们再好好说说自动入账这个贴心的服务，让大家彻底明白这笔钱是怎么到你手里的，完全不用你费心。对于已经在领国民年金的朋友来说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之前收年金的那个银行账户，就是这次加码后钱的入账账户。2026年政策正式开始后，每月9000元会按时打到你这个账户里，打款的时间估计会和你之前领钱的时间差不多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到时候看看账户余额，确认钱到账了就行，全程不用跑腿，不用操作，特别省心。对于那些之前从来没领过国民年金，但到时候年龄和年资都符合条件的朋友，你也不用主动去申请，政府的相关系统会通过数据自动核对你的年龄和保险年资，一旦确认你完全符合条件，系统就会自动为你办好所有领取手续，每月9000元会自动打到你的账户。这里又丽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，一定要确保你留在登记系统里的个人信息，特别是银行账户信息，是准确无误的。如果你的银行卡注销了、换卡了，或者住址电话变了，一定要记得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去更新信息，这样才能保证这笔养老钱能顺顺利利、一分不差的到你手里。如果你某个月突然发现钱没按时到账，先别慌，可以通过官方 APP 网站查询发放状态，或者直接打电话去问，工作人员会帮你核实情况。万一真是信息问题导致没发成功，也一定会给你补发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好了，相信听到这里，大部分朋友都已经把这次加码福利的核心弄明白了，也大概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了。但又丽我还是想多唠叨几句，因为这份福利真的太重要了，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最后的归宿，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安稳。我们不仅要自己搞清楚，更有义务告诉身边的亲人、朋友，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，或者自己正在缴费的同事伙伴，让这个好消息传出去，让大家都能一起规划，安心享受晚年。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会想，养老
那都是30-40年以后的事了，现在想这个太早了吧？每个月还要扣一笔钱，不如现在花掉。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，养老规划恰恰要从年轻时就开始，你现在提早准备，其实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路，攒底气。这次加码到每月9000元，看起来是给现在长辈的福利，但何尝不是给你们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承诺呢？他提醒我们，国民年金是国家给我们的基础养老保障，现在按时缴纳，累计年资，就是在为自己存一份未来确定无疑的、稳定的收入。等到你65岁时，也能像现在的长辈一样，每月有一笔不错的进账，不用完全靠子女，自己活得从容体面，那才是真正的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。对年轻人来说，现在每月缴国民年金的压力其实并不大，金额不算高，但日积月累换来的是晚年生活的稳定保障。尤其是加码之后，你只要累计满10年，未来每月就能领9000元，这个回报既可观又超级稳定，比市面上很多理财都靠谱。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托底保障，是一份稳稳的幸福。而对于正处在中年危机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生活压力最大，可能有时候手头一紧，或者一忙起来就忘了缴费，甚至犹豫还要不要继续缴。佑利想恳请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要轻易断缴。你现在咬牙坚持的每一个月，都是在为你自己的未来添砖加瓦。只要累计满10年，等你跨进65岁门槛，每月9000元的收入就能准时到账。这笔钱既能大大缓解你自己未来的养老压力，让你不至于成为孩子的负担，也能让你在晚年时有更多的余力去享受生活，甚至帮衬一下子女。现在的每一份坚持，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多买一份安心和宽裕。这笔长期投资真的太值了。对于已经年满65岁并且符合条件的长辈们来说，这次加码无疑是雪中送炭，是实实在在的关怀。每月9000元，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不算巨款，但它足以改善日常生活，让长辈们不用再为基本的菜钱生活费发愁，不用事事都向子女伸手，自己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，想吃点什么新鲜的，想买件舒服的衣服，自己就能做主。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，更是精神上的独立和尊严的提升。再加上自动到账的便利，免去了奔波之劳，真正让长辈们能方便、舒心地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，安度一个温暖有保障的晚年。另外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，我也一并给大家解答清楚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比如有朋友问我，年资正好卡在120个月，刚刚满10年，能领吗？当然能，只要累计月份够120个月，年龄也达标，就完全符合资格。再比如，那我满65岁那个当月能拿到钱吗？这个是不行的，年金都是从满65岁之后的那个月开始发放。比如3月份满65岁，那么4月份才会收到第一笔9000元，大家稍微耐心等1个月就好。还有朋友关心，自动入账一般是每月几号啊？这个时间总体是固定的，通常在每个月的中下旬，具体日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查询，或者留意银行账户的动账通知，不用天天去惦记。如果银行账户换了该怎么办？这个很简单，通过官方 APP、网站，或者直接去服务窗口提交账户变更申请，及时更新信息就行，以免影响收款。万一因为信息问题导致钱没发，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核实，确认后会进行补发。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个情况，如果已经年满65岁了，但年资还差几个月才满10年，那是不能先领钱再补缴的，必须在年满65岁之前把年资累计满10年才行。满了65岁之后，再补缴的月份是不能算进去的，也就享受不到这次的福利。所以年资就差一点的朋友，一定要在65岁生日前抓紧把该补的补上。也有的长辈会担心，万一我领了一段时间，又说我不符合条件，要我把钱退回去怎么办？这一点请大家放心，在系统自动发放年金之前，相关部门一定会通过数据比对，严格核对年龄和年资，确认符合条件后才会开通发放。所以只要能正常收到这笔钱，就证明是符合条件的，不存在领了再追回的情况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不知不觉就聊了这么多，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无论年纪大小，都能重视并规划好这份福利，未雨绸缪，安心安排。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能拥有一个安稳、幸福、有尊严的晚年生活。我是佑丽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